欢迎大家来修我们这个长照乐活 2.0 系列课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门课，就是活出健康第二人生。有可能这个是你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的修的第一堂课，有可能你已经修过我们其他基础课程，就是银法、心理与生活，还有老人健康生活大改造。不管怎么样，你们我相信都可以从修了这个活出健康第二人生当中学到很多的知识跟改造生活的方法。你会学到什么东西呢？我基本上想跟你讲，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修这个课的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哦，我介绍一下，我叫做郭昶志，学生都叫我罗宾哥。那我目前任教在高雄医学大学职能治疗系。那职能治疗系的教授为什么会来教这个生活大改造呢？会来教你如何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呢？这个要讲到我求学的背景，我是在南加州大学，美国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拿到我的博士学位。那我目前呢，在台湾做的很多研究跟教学跟实务都是围绕在生活形态再设计，也就是生活形态再造。俗话说健康生活大改造。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上过之前的课的呢，你就知道；如果你没上过的，我一句话跟大家解释，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由指导我们的个案呢，调整以及改造他选择、执行、安排日常生活活动，就是你去选什么东西进来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你选进来的活动呢，你应该怎么去做？还有呢，你选进来的东西，它应该前前后后顺序应该怎么安排呢？我们去指导大家呢，如何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去促进你的健康，然后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好了，那事不宜迟，自我介绍也讲完了，系列课程大概也讲完了。那活出健康第二人生，你们会学到什么呢？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这个课程简介，你就知道我们总共有分6周。这6周呢，分别介绍不同的单元。那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前2周呢，我们会由陈炳仁医师还有我本人来跟大家讲老人常见疾病1跟老人常见疾病2。这个单元在讲什么东西呢？在讲青春去时不告别，老年来时不招手。对了，没有错。年纪越来越大以后，你就会遇到很多的老人常见的一些疾病。那这些老人常见的疾病，它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怎么影响呢？首先第1周，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些跟生活形态慢性病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三高啦，然后中风啊 ，OK 这一类的疾病，它跟职能生活有什么样的连结呢？你平常生活应该怎么调整呢？如果你有这些疾病如果没有，你应该怎么去预防呢？这些都在我们第1周的课程当中。那第2周呢？第2周也是老人常见疾病但是是哪一些不一样的疾病呢？第2周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介绍老人常见的一些骨骼关节还有神经退化性疾病它问题，还有它会对生活的影响，它跟职能生活之间的连结。那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预防呢？你应该怎么做生活大改造才能够在有这个疾病的情况底下能够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呢？这些都在我们第1周、第2周的课程当中会出现。那第3周是什么呢？第3周就是高龄者健康检查，这个重要了吧？非常重要。你知道你多久可以做1次检查吗？你去检查看到那些数据，你懂什么意思吗？我们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会让各位学员呢对高龄者的健康检查有全面的认识，然后你会大概的知道这些健康检查的结果应该是如何的判读，
你不会觉得慌张。好了，那接下来呢，第4周我们要讲什么呢？第4周我们主要要讲的是身体的肌肉构造，还有它负责哪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它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你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训练你的这些肌肉，而不是只是一直运动而已哦，是用活动的方式哦。当然我们也会教你们一些弹力带的这些体操等等 OK。 还有第5周我们要讲什么呢？第5周跟第6周我们通通要讲的都是认识认知功能，还有认知功能在你日常生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讲身体要运动啊，那头脑要不要运动呢？头脑也要运动啊。认知功能分了很多种的种类，那你应该怎么在生活上做怎么样的活动去预防认知功能的退化，而导致比如说失智症这一类的，这些在我们第5周跟第6周的课程当中呢都会教给大家。尤其第6周会教大家一些比如说注意力的小活动啊，记忆力的小活动啊，你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去做这些活动哦，然后就可以预防失智症。这样好不好玩？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啦，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好，那最后呢，我来讲一讲我们这个课程呢会用怎么样的策略来进行呢？很简单，你们就是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这个教学影片，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1，讲解指导说明。可是我们要让大家呢还有其他能够把这些课程上学到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知识的一些方法其他的教学策略是什么？我们会在课程当中安排一些活动，让你跟着一起做，这个叫做直接参与体验。你一定要去做了，你才会有感觉嘛，对不对？你就比较能够把上课的知识记进你的脑子里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同侪经验分享。同侪经验分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会让大家在我们的讨论区上面，然后去互相讨论彼此来分享的东西，或者是老师在课程结束之后问你们的一些问题，那你们可以上来，不管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是上来回答老师的问题。透过跟别人分享，可以促进你的学习动机啊，而且可以去看看说，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想到？你居然想到了，这样是不是很好玩呢？那最后一个策略是什么？我刚刚不是说分享吗？要去分享，你去跟同侪经验分享以外呢，你要分享什么？当然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面，我会给大家一些问题去思考，去回套到你的生活上面，那个叫做个人经验探索。那这个个人经验探索呢，当然你是最重要的部分，各位学员要自己去探索这些经验，在我们的问题的引导底下，然后再透过同侪分享，好，然后再透过这个实际参与体验，然后这4个策略的互相运用，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活出健康第2人生的课程当中呢，收获满满。OK， 事不迟疑，时间不够，赶快进行我们的课程。